我的妈妈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爱，卷走了家里的存款。父亲被她气病，最后郁郁而终，而我被人贩子卖给变态的夫妻。再次见面，我成了妈妈现任丈夫的情人。贱人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勾引我丈夫！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！一个穿着富贵和我有几分相像的女人走上前来，撕扯着我的衣服，嘴里不停地吐出各种恶毒的话。她的丈夫一把推开她，却眼里带着关切地看着我。我平静地看着这一切，仿佛置身事外。但我自己心里清楚，这一切只是我复仇的第一步。女人看到这一幕，眼睛红红的她又上前拍打着刚刚和我温存过的男人，也是她如今的丈夫杨安国。你这个负心汉，当初要不是我偷偷拿钱给你，你如今怎会事业蒸蒸日上？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！面前的小狐狸精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啊？让你为了他而天天不回家，甚至连我们的女儿都不管了。我真的瞎了眼，看上了你！女人数落着面前的杨安国，不顾形象的撒泼，全然没有一丝贵妇的样子。杨安国眼里尽是厌恶，一把推开他，揽过我，语气冷淡：李兰，你要是再这样蛮横无理，我就和你离婚！男人的一句话让地上的李兰瞬间止住了哭泣，只是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好像恨不得把我扒皮抽筋。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安国，既然李姐不喜欢我，那我们就断了联系吧。我虽然舍不得你，但不想你为了我为难，但如今我能依靠的只有你，不知道离开你我又能去哪。我对着40多岁长得磕碜的杨安国忍住恶心的朝他茶言茶语，还象征性的流下几滴眼泪。杨安国一听这话，从心底升起，对我怜惜他，抱着安慰：娇娇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李兰听到这话，威胁着杨安国：你要是和这个小贱人再不断了联系，我就带着女儿和你离婚。李兰的话起了作用。这些年来，杨安国只有杨威一个亲生的女儿，要是女儿跟着他妈走，那他以后就是孤家寡人了。他这个年纪以后还能有没有孩子还不一定。杨安国的表情顿了顿，看着我：娇娇。我李兰看着我脸上扬起胜利的笑容，仿佛已经预感到我会被抛弃。果然男人都靠不住，但我怎么会输？安国，既然你不要我们娘俩，那我就带着孩子离开。放心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。说着，我便做事要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杨安国一把拉住我的手，眼里满是欣喜，语气也欢快起来：娇娇，真的吗？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我害羞地摸着肚子点了点头。我前几天去医院查了，怀母来得及和你说呢。我又看了看李兰，她的表情惊愕，紧接着我又说道：正巧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妇产科的，他偷偷告诉我是个儿子。果不其然，一听这话，杨安国的表情发生了180度大反转。他将我小心翼翼地扶到床边，生怕他的儿子出什么意外。他又看了看房子，便放话让我跟着他去家住，那里有保姆，而且房子也比这里好太多。李兰和他抗议，但他满心都是如今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怎么还会受他的威胁？我离开前看到李兰站在门口死死地看着我，我的心里只有快意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怎么会变成曾经我最厌恶的人？我本来可以有一个虽然普通，但可以活得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，可这一切对现在的我来说只是奢望。李兰，我的亲生母亲，也是害我到如今地步的罪魁祸首。当初她因为追求所谓的真爱，偷偷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，连我们仅剩的房子也抵押给了他人。我和父亲被人轰了出来，留宿街头，只能暂住舅舅家。父亲本来因为长期的劳作身体不好，一气之下病倒，最后郁郁而终。我在舅舅家寄人篱下，受尽舅妈和表哥表姐的欺负，后来被舅妈故意丢掉，最后被人贩子拐走。我上街乞讨过，挨打过，最后差点死在那里。直到我被一对看起来面善的夫妻买下，我以为我终于不用过那样的日子了。可没想到买我的夫妻是一对变态，我成了他们2人发泄情绪的玩物。我越长越大，女人厌恶我，男人觊觎我，半夜偷偷爬上我的床。我想过反抗，但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和关在地下室。后来我学着顺从，想少挨一顿打，但我身上的伤就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他们就是2个天生的变态，他们以虐待人为快感。再后来，我成了他们搭上贵人的渠道。我被逼着和他们想要结交的贵人上床，有的贵人喜欢虐待，我经常被打得半死，身上大大小小的伤不计其数。直到我遇见了陈旺，他是养父母想要结交的人。不出所料，当晚我便被他们送上了他的床。我目光呆滞地脱光衣服躺在床上，陈旺缓缓脱下衣服朝我走来，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哆嗦，因为就在上周我被他们送给了一个变态的贵人，整整折磨了3天。
那3天是我不愿再想起的回忆。我准备好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但陈望只是拿过一旁的衣服扔在我的身上，示意我穿上。我穿上衣服，手足无措地坐在床边，陈望眸色深深地看着我。我第一次面对男人，心里开始嫌弃自己，或许是陈望是第一个没有像对物品对待我的人。我的心里此时对这个男人升起了一丝好感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这样脏的人是配不上他的。回去吧，我不能走。我要是出去，肯定会被他们打死。说着这话，我的身体开始抖了起来。我已经对他们的害怕刻在骨子里了，这种害怕已经成了我的本能。这一晚，陈望没有做什么，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而我也难得睡了一个好觉。第二天，我回到了养父母的家里，却得知他们因为故意杀人进了监狱。原来在我之前，他们因为玩得过分，搞死了一个女孩。他们以为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，但不知为何，警察竟然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。我看着这个我生活了10几年的魔窟，我终于逃出这个地方了。收拾东西离开这个地方前，我脱下外套，此时一张纸条掉了出来，上面写着：安安，忘记过去，好好生活。我看着这张纸条，眼泪终于绷不住了。自从父亲死后，我就像在地狱一样生活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发出善意。因为这张纸条，我离开了这座城市，打算忘记过去，好好生活，直到我再一次看见李兰。他这时已经认不出我了，也是10几年了，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但我时时刻刻都记着我所遭受的一切，而他就是我悲惨的源头。我心底的恨意慢慢滋生，凭什么毁了我一切的人现在家庭美满？我也要一步一步地毁掉他的一切，让他体验一下我的痛苦。我开始刻意地接近杨安国，经过那对变态夫妻的培训，面对这种男人，我信手拈来。不出所料，他上钩了。看着眼前富丽堂皇的别墅，这些都是用我爸的血汗钱才有的，我会慢慢地让这一切消失。刚进门，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孩朝着我扑来，我闪身躲开。女孩的眼里闪过失望，我明白她是冲我肚子里的孩子来的，虽然这个孩子我不想要，但不是现在。杨威，我认识他，但他好像忘记我了，但我不会忘记他曾经对我做过的事。于是我装作肚子疼，抱着肚子。杨国安面带着急地询问我有没有事，我装作不经意，我没事，可能是刚才微微不小心吓到肚子里的宝宝了。一听这话，杨国安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几句杨威，毕竟杨威也是他从小宠大的孩子。我看着杨威和李兰一模一样的恨意，便装作大度的样子走上前。微微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杨威一听这话，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朝着我大喊：谁和你这个狐狸精是一家人？赶紧滚出我家！我佯装哭泣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杨国安拉住我的手，顺势朝杨威脸上扇去。一道清脆的响声，杨威的脸瞬间肿了起来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爸，语气都高了好几个度：爸，你竟然为了这样一个贱人打我！听到李薇的这话，他又举起手准备打下去。我站在一旁看戏，结果李兰这时回来了。李薇跑进他的怀里，哭着向他告状。我看着母慈子笑的这个场面，只觉得讽刺。听完来龙去脉，李兰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接着向杨国安求情。他也借着李兰给的台阶放过了杨威。李兰接着又不知道和杨威说了什么，他竟然安静了下来，并向他爸道歉。果然，杨国安听到这话，脸色也缓和了下来。我饶有兴致地看了李兰一眼，果然经过刚才那时，他心里明白如今怎么做才是最好的，但显然杨威没遗传到他这一点。走上楼前，我看了一眼沙发上的母女二人，只见李兰心疼地拿出冰袋，垫着毛巾敷在杨威脸上。我想起了第一次见杨威，被他逼着跪在地上扇巴掌。那个时候我刚到这个城市，因为没有学历，我只能白天去餐厅打工，晚上去酒吧卖酒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遇见了杨威，他被一群女生围在中间，高贵的像只白天鹅。我拿着酒走了进去，刚放下准备离开，这时为首的杨威叫住了我：喂，你站住，说是我吗？我听到声音，转过头疑惑地问道：对，说的就是你。今天本小姐心情不好，你过来把这些酒喝完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。杨威趾高气扬地要求着我。我看了看桌子上红红的一沓，至少好几千。我知道这些钱是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。人有的时候不得不为了生活而丢弃自尊，而现在的我也是。好，真是贱，就为了这一点钱丢弃自尊。杨威失望地说出这句话，眼里都是厌恶。
杨大小姐，不是谁都有那么爱你的有钱爸妈的，我们都羡慕死了。是啊是啊，杨小姐的生活我的梦，我就只能祈求下辈子投胎个有钱人。他们说话间，我喝完了台上2瓶浓度高的酒。杨威示意我上前拿钱，我刚走到他面前，他丢下钱扔到脚边，自己简说完，便和身边的小姐妹聊了起来。要我说，就是那个周晨不识好歹，就是不看看自己什么条件，竟然还拒绝我们杨大小姐。杨威听到周晨这个名字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像是在他面前丢了脸。闭嘴！杨威突然发火，扔掉手里的酒杯，脸色难看。我忍着屈辱，捡起所有的钱，正准备离开，我一个没有忍住吐了出来，污秽溅到了杨威的鞋上。他尖叫着跳了起来，上前甩了我一个巴掌，我的脸瞬间肿了起来。他又让我跪在他面前道歉，我不愿意。他指使这几个女生，硬把我按在地上。我被人压着耻辱地跪在他面前，这一刻我升起了对钱的渴望。我整整被他们打了一个小石山耳光，往头上淋酒，跪在地上学狗叫，自己扇自己巴掌，脱光我的衣服。离开前，杨威施舍般的又扔下一把钱甩在我的脸上。我紧紧地握着钱，心里记下他的样子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没想到再一次见到他，却得知她是李兰的女儿。这一刻，我要复仇的心更加坚定。上了楼，在经过杨威房间时，我看到里面全是女孩喜欢的装饰。我想到借住在舅舅家时，我和爸爸2人蜗居在一个小小的杂物间。本来我也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，但这一切离我很遥远。那第一步就从杨威开始吧。安国，我现在有了你的身孕。我刚刚经过微微房间，看她那个房间挺不错的，就是不知道微微愿不愿意让给她未出世的弟弟。我故作为难地看向她，杨安国表情似是犹豫。我手摸上肚子，象征性地看了看她。微微上来怎么了？爸，杨安国最终还是成全了我的要求。听完他爸的话，杨威看着我，恨不得弄死我。本来她是这个家的小公主，可自从我来了之后，便屡屡让她吃亏。我以为他会忍不住对我破口大骂，这样杨安国也会对他越来越厌烦。杨威却是面带笑意地上前拉过我的胳膊，和我一副亲热的样子，大方地开口：娇娇姐现在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她肚子里还有我的亲弟弟。我当然很愿意将我的房间让出来了。杨安国被他的一番话讨好，大手一挥地发给他几万的零花钱。杨威上前抱住他爸感谢。父慈子孝的一幕直让我眼酸，我想起了那个不苟言笑的父亲。曾经我也有爸爸可以撒娇，但现在我没有爸爸了。这个世界上，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杨威想起了刚才母亲和他说的话：小狐狸精，你竟然动手打我，我不活了。杨威听到外面发生的事情，也走了出来，坐到他妈面前，满眼泪水地看着杨安国：爸爸，你不爱妈妈了，你现在是不是也不爱我了？杨安国被女儿委屈的眼神看着，难得开始想自己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。毕竟要不是当初李兰给他的那些钱，他也不会抓住商机事业越来越成功。我看着他动摇的神情，突然装作肚子痛，他瞬间将一切抛到脑后，扶着我走进了房间，只是在经过他们身边说了一句话：李兰。这是在有一次民政局见李兰只是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他不禁反问自己，当初为了她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女儿，义无反顾地跟着她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，值得吗？杨威只是默默地陪在她身边。我看了一眼他们，妈妈，我会一步一步毁了你的一切，不知道你准备好了吗？这只是开始。第二天，我看着厨房细微闪着的红光，心里期盼着他们的计划。不出意外，今晚就是他们动手的时候，因为我早上当着他们的面故意提出想要去吃那家我们以前去过的店。杨安国对于我的要求百依百顺，毕竟我肚子里的这个可能是他以后唯一的儿子。原来前段时间李兰也想怀个孩子，便给杨安国下了药，结果没想到却出了事，导致杨安国以后再也没有可能有子嗣了。那件事后，杨安国狠狠地打了李兰一顿，他知道理亏只能默默忍受。从那天后，杨安国越发小心我的肚子，这可是他唯一的儿子。虽然他也喜欢杨威这个女儿，但毕竟比不上儿子。晚上我看着床头的牛奶，打开手机，果然看到李兰鬼鬼祟祟地往牛奶里面倒了粉末状的东西。自从怀孕后，每天晚上睡之前，我都要喝一杯牛奶，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我的一个习惯。我拿起牛奶喝了一口，这点剂量不至于让我真的流产。直到我看见腿间慢慢流出的血，我大声叫着杨安国，他以为我出了什么事，就连忙从书房出来。直到看到我倒在地上，腿部流出的血，他慌了神，连忙拨打急救电话。
走之前，我让他带上那杯我喝过的牛奶，他虽然不解，但还是拿上了。我被推进车里，我看到了2楼的一个房间窗户那里站着2个人，他们像胜利者一样准备迎接他们的胜利。李兰根本就没想着要处理那杯牛奶，毕竟如果我没有孩子了，那杨安国就只有微微一个亲女儿了。他不会再为了我放弃他唯一的孩子，但他没想到这是我故意设的局。果然，医生检查后得知我竟然服用了打胎药，但幸好服用剂量少，只是有轻微流产征兆。杨安国以为是我自己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他对我的态度瞬间冷淡了下来。安国，我好像是喝了那杯牛奶之后，肚子开始疼得我苍白着脸说出我的疑惑。杨安国没有说话，只是拿着那杯牛奶走了出去。很快，他手里捏着一份报告走了进来，只不过看起来脸色不好。他走到病床前，怜惜地看着我，娇娇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个交代。杨安国请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工照顾我，他离开时脸上都是怒意。我虽然身体疼，但不及我心里受过的那些疼。杨安国一回到家，就把床上的李兰提了起来，重重地把她甩到地上，似是不解恨地朝着她身上又打又踹，直到打累了，他才停下手，喘着粗气，眼里带恨地看着李兰。李兰嘴角流着血，却在此时大笑着。那个小贱人休想生下儿子，和我的微微抢他的东西。此时的他看起来像一个疯子，只知道笑，但杨安国的一句话让他的笑戛然而止。老天保佑，我的儿子没事。毒妇，你的算盘打错了，明天我要和你这个毒妇离婚。杨安国这是坚定的，必须要和李兰离婚，不然万一下次他又发什么疯，想出另一个坏点子，害了他儿子怎么办？你要是听话，明天乖乖的离婚，我还给你点离婚费，不然你休想在我这里拿1分钱。李兰瘫在冰冷的地上，但却没有他心里的冷。他没想到自己同床共枕10年的男人会这样对他。年轻时，他跟着身无分文的杨安国来到这里打拼，睡过地下室，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。他终于熬出了头，好不容易享受了几年的富贵生活，如今却落得离婚。虽然之前杨安国也在外面有情人，但那些人他根本就不在意，毕竟杨安国那个时候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小三就是小三，只要他这个正事不倒台，其他人休想登门。他可以忍受他外面有人，但这一次他彻底的输了。自从遇见这个和他长得有几分相像的娇娇，杨安国一颗心全扑在那个女人身上，现在他甚至为了那个女人要和他离婚。李兰坐在地上整整1个晚上，第2天他和杨安国顺利的离了婚。只有杨薇哭着不舍地抱着李兰，不愿让她离开。薇薇，妈妈走了，但你以后也可以来找妈妈，妈妈永远爱你。现在你爸一颗心都扑在那个女人的孩子上，你以后不要和她正面对上，要学会和你爸撒娇，你也是他的孩子，只要你不做什么过分的事，他不会赶你走的。薇薇，妈妈永远爱你，妈妈，我不想你走，妈妈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舍不得你离开。门口，杨薇撕心裂肺的拉着李兰哭着，两人离别的画面却是看起来很是凄凉。看到我和杨安国刚下车，李兰狠心地甩开杨薇的手离开，在经过我面前时，她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，我虽然说不出什么感觉，只是感受到一丝凉意。我抬手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朝着她喊了一声，一路走好。看着李兰坐车离开，杨薇哭着跑回了房间。杨安国扶着我回了我的房间，在他去工作后，我来到厨房拆掉那个摄像头，原本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却不想李兰竟然直接承认了此事。看来我有点多虑了。我看着杨薇的房间，接下来就是他了。我拿出手机给一个人发消息，杨薇那天带给我的羞辱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。那个人也该派上用场了。看到他发来的可以的消息，我难得的心情好了起来。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。我无聊地待在房间，便想到了出去逛街，毕竟以后也没什么机会了。杨安国大方地发给我5万，让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带着保姆去了最大的商场，只要我看中的东西，我都大手一挥地买了下来。说实话，杨安国对我很好，但我是为了复仇才接近的他。我想着这是摸着肚子，宝宝，我们有缘，下辈子见，原谅妈妈。我不可能生下这个孩子，报完仇我也没想过再活下去。正走着路，我突然撞到了一个人，准确来说是一个男人。我被撞得趔趄了一下，男人一把抓住我，我稳定了身形，抬头看向眼前的男人。就这一眼，我的心控制不住地跳了起来。陈望，那个一直在我心里的人，我没有想到遇到他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。
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看起来金贵神圣的不可冒犯，穿着白色衬衫，领口随意的敞开了几颗扣子，露出一截修长白皙的脖颈，黑色的西装外套随意的搭在胳膊上。他眸底深处淡漠，薄唇微起，你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突然心里涌出一股自卑，从他身边跑开。直到很远，我再看向刚才的地方，只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背影。这一刻，我的心仿佛漏了一拍。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，第一次见面是，现在也是，未来更是。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。我没有了继续逛街的兴致，回了家。可当我转过头时，那个离开的男人看着我的身影在原地很久。准备进房间时，我看到杨威打扮得非常好看的走出房间，这次他难得的没有朝我冷嘲热讽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想着希望他能喜欢我给他准备的这份礼物。晚上正要睡觉时，我听到杨安国盛怒的声音传来，紧接着楼下什么东西碎了。刚才我们正准备睡觉时，杨安国接到一通电话，便着急忙慌地离开了。这时应该是他回来了，我禁不住好奇地走了出来，却看到原本光鲜亮丽离开的杨威，此时目光呆滞，里面的衣服撕得破烂，身上青青紫紫地走了上来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瞬间明白了什么。我慌乱地回到房间，拿起手机朝对面的人问了起来。我原本的计划是找了杨威曾经校园霸凌过的女生，我给他们钱，他们负责教训杨威，顺便把那些视频发给我，我也要让他尝尝被人欺凌的滋味。可如今这样的结果是我不愿意看见的。我也是个女人，虽然我恨杨威，但我不屑于毁了一个女孩的清白。你怎么回事？我和你说的是教训他一番，然后拍个视频就好了。如今杨威怎么被人欺负了？对面的聊天输入了很久，像是不知道怎么解释。直到我看到他发来的一大段话，我这才了解的事情的经过。周晨，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一时半会还没想起来怎么回事。直到我想起酒吧那次他们口中说的好像就是他。原来那天之后，杨威看不惯周晨对他从小长大的青梅好，他偏执地认为周晨只能是他一个人的，于是在一个晚上他找了一帮混混毁了那个单纯又美好的女孩。周晨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没有证据证明是杨威干的。当时杨安国给了一帮混混一大笔钱，就这样这件事被压了下来。受伤害的女生好不容易在周晨的开导下鼓起勇气回到学校，但当她回学校时，杨威还时不时当着同班同学的面故意提及她被欺负的事。女孩受不了同学的闲言碎语和男生们看她的眼神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周晨想过报复杨威，但他还有家人要照顾，而且他没有能力。可就在前几天，唯一的妈妈也因病离世，他唯一活的牵挂也没有了，所以他要报完仇才能离开。周晨不知道从哪听说一帮人今晚要教训杨威，他找到他们说自己有办法让杨威出来。果不其然，杨威看到他发的消息，高兴地独自一人赴约，连他爸平时配的保镖也没带，却不想这一去变成了他的噩梦。我发了钱给他们，然后警告他们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便掏出那张卡折碎。看着地上碎掉的卡，像我的人生一样是不破碎的。原本心里涌现的一丝同情，此时消失殆尽。杨威这种人就是自作自受，只是可惜了那个男生。原本他应该和他喜欢的女孩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的。杨威选择了自杀，他那样骄傲的人不愿意再经历那样的事还活下去。所幸发现的及时，杨威被送去了医院。我想看看他这样恶毒的人到底能不能活下来，也跟着去了医院。被车拉走的时候，我看到杨威曾经鲜活的脸变得苍白，没有一丝生气，手腕处的血隐隐的又冒了出来，看起来就像没有生机的布偶娃娃。杨安国焦急地在抢救室外走来走去，看起来他心里还是非常在意他这个女儿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带着哭腔。微微，微微许久不见的李兰看起来像是老了很多。对付他这样的人，只要让他感受到从天堂掉到地狱的就足够了。看看现在的他，看起来灰头土脸，不知道这段时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。他过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，意外的没有找茬。杨威抢救过来了，只是他不说话了。很快到了出院的日子，李兰求杨安国让他回家住，照顾杨威，他同意了。我看着李兰每天进进出出的，只为了杨威好起来。我看着这一幕，想起了没有被拐之前的事。那个时候李兰一直都不喜欢我，后来我从旁人口中才知道李兰有个相好的，就是现在的杨安国。他和我爸结婚只是家里长辈的意思，他从来没有爱过我爸。
后来有了我爸以为李兰会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好好过日子，可自从我生下来，他不愿为我母乳，父亲只能朝旁人买羊奶来养活我。渐渐的，我长大了也知道妈妈她并不喜欢我，但我认为是我的原因，但她从来都不会对我笑，每次看见我像看见了什么垃圾般满脸嫌弃。小时候我看着小伙伴的妈妈每次满脸笑意地抱着他们，我的心里很是羡慕。但我的妈妈她从来不会主动抱我，我经常能看见她看着我的眼神满是厌恶。后来我知道我不管怎么讨她欢心，她也不会喜欢我，我渐渐的也不再愿意亲近她。幸好我还有爱我的爸爸，他会在下班给我带好吃的，也会在节假日带我去游乐园，妈妈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出去。我只爱爸爸，我长大了，我要带着他走遍中国。那个时候，小小的我窝在爸爸温暖的怀里，立下了一个目标。爸爸抱着我的时候，总说有机会一定要游遍中国，但他还没等我孝顺，他就永远的离开我了。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，他永远消失在我的世界了。杨威在李兰的陪伴下，渐渐有些好转的迹象，而我的肚子越来越大。我从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孩子，我想到了死，但我不想就这样死去。虽然李兰和杨威受到了惩罚，但还不够。我选择在父亲忌日后晚上，我一个人出了门，只留下一张字条，让杨安国别担心。我来到海边，从那对变态夫妻手里解脱之后，我回到了老家，拿走了父亲的骨灰。舅妈狮子大开口的朝我要了1万，我把当时身上的所有钱给了他，才拿回了父亲的骨灰。临走之前，我也送过了他一份大礼。现在表哥应该搞得他们家破人亡了吧？毕竟10赌9输，但每一个赌徒总觉得自己下一把肯定会赢回来。虽然他们知道这是个骗局，但赌博带给他们的那种刺激会让他们一发不可收拾。回家路上，我再一次的看到了陈望。这一次我还想装作不认识，但他喊住了我。他看了看我，视线落在我鼓起的肚子上，像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聊起。几个月了？6个多月了，你老公呢？怎么还让你一个孕妇出来？陈望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不赞同。陈望，你当初为什么救我？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。那个时候我和陈望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不记得之前和他有过什么交流。可能是我善良。陈望勾了一下唇，语气不太正经地说，我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像要把他刻在心里。看见你现在这样幸福，我也很开心。陈望看着我，脸上带着释然。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，我心里对着陈望说，但我表面却还是扬起笑看向他。那早点回去，不然你老公该担心了。我点了点头。陈望打完招呼便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说道，陈望，希望下辈子我能早点遇到你，那时我会奋不顾身地追你。我朝左边走去，他朝着右走去，我们像2条永远不会重逢的线。我回到别墅，杨安国怒气冲冲地训斥了我一顿，我没有说话。他见我这样，甩了我一巴掌。杨安国骨子里还是改不了爱打人的习惯，哪怕我现在怀着他的孩子。李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最近杨威在她的悉心照顾下好多了。母女俩看着我，眼里带着幸灾乐祸。我一句话也没说，上了楼。夜晚外面的星星特别的亮，我听着身边渐渐响起的鼾声，我抹黑下了楼，走进了杂物间。在确定要死之后，我便偷偷让人买了2瓶汽油。我拿着汽油吃力地拿上楼，肚子越来越大，显得我有些笨重。我先是在这一层外面倒满汽油，接着我来到杨威房间，床上母女俩抱在一起，睡得很熟。我朝着房间倒了一圈，做好这一切后，我来到门口，我朝里面点燃了火，火光瞬间从门口冲天般的燃烧了起来。杨威先醒的，他害怕地推着旁边熟睡的李兰，但没有任何反应。终于他看见了我，哭着求我救救他。看着他不顾形象地求我，我心里一阵快意。杨威，你忘了1年前被你在酒吧羞辱了整整1个小时的人是谁吗？是我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是你同母异父的亲姐姐。我说完这话，杨威脸上满是不可思议。就在这时，李兰也醒了过来，听到这话睁大眼睛。我朝里面点燃了火，火光瞬间从门口冲天般的燃烧了起来。你是安安？李兰女士，看来你还记得有安安这样一个人，也是难为你了。我不想再多废话，便关上了门。关上门前，我听到李兰撕心裂肺地喊道，安安，我是你亲生母亲，你怎么能……里面的声音持续了一会，渐渐的没有了声响。我回到我的房间，杨安国还在睡，我锁上了门，然后泼上汽油，慢慢地走到沙发，躺下，扔掉手里的打火机。
陈望，我们下辈子再见。那个时候，希望我能干净地站在你面前说：陈望，你好，我叫安安。我感受到一股火焰席卷而来，火烧在身上，很疼很疼，如同千刀万剐。渐渐的，我的眼前一片黑暗。妈妈，来世我不要再当你的女儿了。